男友每个月给我200万零花钱。我逛街时碰到他的白月光，吓得我赶紧装作盲人模样，然后视而不见地走过去。没想到当晚，白月光就给了我15亿，逼我和男友分手。救命！上扬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纪南辰照例给我打了200万零花钱，我马不停蹄地约上闺蜜去剧本杀。走到半路，口红掉了，我蹲在一辆卡宴车窗前补口红。闺蜜朝车里使了个眼色，我望去，愣住了。好家伙，我的现男友和他的前任白月光正难舍难分的打饽饽。我一直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我才赚了7200万，白月光他回来那么早干嘛？我痛心垂首，感叹命运的不公。白月光和我长得8分相似，只是眉眼比我艳上2分，眼波流转间皆是风情。3年前，他在婚礼上撇下纪南辰逃跑了，只是为了一个纽约的留学名额。而纪南辰为了报复白月光，转身和我谈起了恋爱，并承诺每个月给我200万。这种好事把我砸得头晕目眩，再配上纪南辰那张惊为天人的脸，我晕乎乎地答应了。然而，即使我们谈了3年，我也只配得到一个女朋友的位置，妻子的位置永远是他白月光的。他回来，我就得让位，把的钱还没有赚够，我的心真的好痛。南艺，你别哭啊！我泪流满面，闺蜜慌了神，用她的衣袖在我脸上胡乱擦拭。你不懂，呜呜，我在哭我即将逝去的 money。忽然一抹亮光闪瞎了我的卡姿兰大眼睛，白月光扣住男友后脑勺上的那双手上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戒指。他妈的，这不是那天纪南辰叫我挑的5克拉大钻戒。我天真以为是送给我的周年礼物，没想到我只是一个免费劳动力。也许是我的动作太大，白月光看了过来，看见我脸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挑衅地把纪南辰的头摁得更紧。太无耻了！我握紧拳头，趁着纪南辰没发现我们，我拉上闺蜜，装作盲人模样，视而不见地走过去。南艺，你就应该上前抽他2巴掌的。瞧他那嚣张样，闺蜜左勾拳右勾拳，愤愤不平。没事，我能忍，为了200万，我可以坚定不移地当一个忍者。毕竟被发现的话，下个月的窝囊费就没了。接下来，我俩也没了逛街的心思，就各回个家，各找个妈。洗完澡，我躺在床上，仔细认真地将余额里的钱数了一遍，满足地放下手机，正准备入睡，一条好友信息弹了出来。白月光明目张胆地加我，头像就是今天的亲吻图片，太嚣张了，我忍无可忍。正准备激情兑现，和他展示我优美的传统中国话，门铃突然作响，白月光出现在我家门口，一张价值15亿的支票被他甩在我脸上。都怪我，也不知道我这粗糙的脸有没有弄疼他。白月光手段有点强，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他也是我沈南艺的白月光了。拜托，那可是15亿，别说当白月光了，当我祖宗都行。我点头哈腰的，正准备将他送走，他凑近我的耳朵，轻飘飘地说了几个字：南艺，欢迎下个月来参加我和纪南辰的婚礼。白月光示威地晃了晃戒指，不愧是鸽子蛋，就是够亮。我伸手想要把它撸下来，白月光急了，将我手打开。我只好跑回卧室，拿出我的祖传金算盘。婚礼出场费，简单算个3亿吧。车费、路费，其他杂七杂八的就算2亿。礼钱嘛，你看着给我垫着，反正我也没钱，嘿嘿嘿，看着给就很有分量。我上下扫了他几眼，少说也是5个亿，赚大发了。一瞬间，我眼里的光芒盖过鸽子蛋，烫得白月光嘴角抽搐。他转身就走，我小跑跟上，扭扭捏捏地拉住他的衣袖。那啥，我可以带我的7大姑8大姨去吃席吗？做人吗？不要忘本，有福那必须得同享。沈南艺，你不要太过分。白月光咬牙切齿地说道。最多只能带10个。他见我没出声，又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奇怪，估计是怕我不去婚礼现场，
不好借机羞辱我、打击我。毕竟在他眼中，我可是霸占了他的男朋友3年，指不定发生什么日久生情的狗血剧情。好在衣袖翡翠纽扣被抠下的那一刻，我终于应了声。我先走了。白月光扭着大腚，摇曳风情地走了。我痴痴站在原地，莹莹泪光闪过，眼睛不舍得从他价值上千万的包包、独家定制的衣裙上面掠过。假如这些全给我，我得卖多少钱？我张开掌心，帝王绿又转了，金算盘再次启动，富有节奏的玉珠碰撞声敲击在耳侧。一听我就能干3碗米饭，天上免费掉馅饼的声音就是入味。之前我还觉得白月光回来早了，现在我只想感谢他全家。2个星期后，纽扣终于被一个大冤种买了，支付宝进账2000万。我顿时垂头撞脑，恨自己的懦弱。但凡我当时多薅一点，把那7、8个纽扣全部拿下，那不得又是1个亿。现在只求白月光再来一次，给我一个机会。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翻墙当他的情人，话不多说，肯定比在纪南辰这里赚多了。我潇洒地骑着扫码电动车回家，满头大汗，正准备去洗澡，突然听到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流水声，一看就是我的好闺蜜又来蹭住了。我没有出声，猫着身子拧开了卫生间的门。热气漫漫，我只来得及看到一抹高挑的身影背对着我，水滴从她的后背滑入腰窝间。我迫不及待地伸出了自己的魔爪，准备去袭胸。双手一抓，平的，居然是平的。闺蜜的胸什么时候瘪下去的？我心头一慌，脸都没看，赶紧给她转过来仔细检查，生怕她出了什么问题。直到闷闷的笑声从头顶传来，沈南逸，还不把你的手拿开？你怎么进来的？我故作镇定，视线却在不断闪烁，满脸通红，连语气都变得结巴。摸错人了，尴尬。谁知纪南辰不搭话，勾起嘴角朝我不断凑近，甚至我能清楚地嗅到他身上淡淡的薄荷香，皮肤的温度相互渗透。沈南逸，这是我家。还有这个月的200万我已经支付了，目前你还是我的。他一字一顿地说道，呼出的热气夹杂着沐浴露特有的清香，令我心乱神迷。等等，我卖艺不卖身的纪南辰一口的骚话，手还向我腰侧袭来，我生怕发生什么，慌不择乱地将双手做护胸状。让，我一脸疑惑地抬头，你挡着我拿浴巾了。哦，我郁闷地挪到一边去，撇撇嘴，恨不得打死刚才自作多情的自己。对了，鉴于你刚才看了我的身体，你需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1000万。纪南辰手上还在不停地擦着身体上多余的水珠，脑子里却在不停歇地发挥他资本家的嘴脸。1000万，他怎么不去抢呀？也不怕有命拿，没命用呀？别整什么花招，我的钱足够我请到最好的律师。许是看见了我的咬牙切齿，纪南辰勾了勾资本家的嘴角。好，我不舍得掏出手机，恼羞成怒应道。纪南辰既然拿我当韭菜割，那我也不会让他好过。我转头就把刚才悄悄偷拍的照片发给白月光，一口价2000万。白月光马不停蹄地给我转账，还发了一个感谢的表情。我对着手机嘿嘿嘿直笑，纪南辰一度怀疑我傻了。他忐忑不安地问我，要不那1000万我不要了，你别吓我。我笑得更欢了。我和纪南辰是所谓的青梅竹马，实则是天生的死对头。介于我爸妈和他家是世交，我妈更是丧心病狂地把我送去他家寄养，说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这样，我成了外人眼里面的纪家童养媳。只要我和纪南辰一同出场时，别人就戏弄他养小媳妇，他脸皮薄，准会被他们逗个满脸通红。我不一样，我对这个谣言嗤之以鼻，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才不稀罕当什么童养媳呢，我要赚大钱。然而当我在便利店兼职的时候，纪南辰非得要我去看他打篮球比赛，一个劲的使唤我给他递水送毛巾。我一上场，那群女生就死死盯着我，好像我抢了他们男人一样。沈南逸，水。沈南逸，毛巾。沈南逸，纪南辰的声音响个不停。
我想走，他偏不让，甚至我故意不给他送水，他还非要走过来夺过我手中刚喝过的水，咕咕咕灌进去。喉结在阳光下滚动，我看得有些入了迷，半晌没有接过他喝完递过来的水。纪南辰狡黠地勾起了嘴角了，像只狐狸，动人心魄。沈南意，好看吗？好看，我十分配合地应了一句。但我实在猜不透他莫名其妙的心思，男人心海底针啊！我在旁边休息的时候，纪南辰就自然地走过来，187的身高挺如松柏，刚好给我挡住阳光，我也就不计较那么多了。时间一长，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童养媳这个词令我和纪南辰都心生不满。我还没开始行动，他就出招了。在学校里，他不等我放学就算了，还把我最爱的漫画偷走了，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转头，我就在学校里面兜售他的联系方式，外加各种见不得光的照片。联系方式5到10块，照片20块，赚得盆满钵满，更是让无数女生成为我的舔狗。虽然其实我只是蹭了纪南辰的光。纪南辰宽肩近腰，在学校里很是吃香，导致我的生意越做越大，连隔壁学校的妹妹都来光顾我生意，偶尔还会有几个有点小帅的男生。最后，我成功被纪南辰扫地出门，和他的关系更是降到0点，以至于毕业后，纪南辰醉醺醺地来到我家门口，跪求我当他的替身情人，还把每月200万自愿赠与的合同递到我面前时，我都吓傻了。看在他这么可怜的份上，我也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高兴得合不拢嘴，钱吗？谁会嫌多？再说纪南辰长得这么好看，单看着下饭都香，我完全不亏。不得不说，给他做替身的日子真的很爽。日常生活随便买，反正他买单，全球各地随处飞，也是他报销，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摆烂生活。我就这样靠着他施舍的窝囊费，过了3年的荒唐生活。那年我18，纪南辰的光胜过迪迦。我醒来，屋子里早已没有纪南辰的身影，桌上摆着的是他提前做好的早餐，面包香香软软，有浓浓的蓝莓香，牛奶也是我最喜欢的37度，入口刚刚好。说实话，每次纪南辰过来都是他照顾我，也不知道他花钱图什么。喝完牛奶，我才看到底下压着一张金卡，上面还贴着一张便利贴，密码666。我立马拿出我的手机，点进与纪南辰的聊天框，入眼满屏橙红，全部都是转账记录，着实亮瞎了我的眼。我狗腿地表达中国人骨子里的谦虚，纪南辰结个婚还这么客气，多不好意思。对面秒回，言简意赅，还我，要不再来点。发送的同时，我手忙脚乱地将银行卡的钱拼命往我账户上转，争取不给纪南辰同志留一针一线。半个小时过去了，卡上的钱还是没有转完，我自闭了，心痛莫过于如此。我不知道的是，在公司的纪南辰随意地将长腿搭在桌上，盯着手机提示的一笔笔转账记录，眼尾染上笑意。有2个人站在他面前，一个是白月光，一个身形则和他极为相似，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是同一个人。他不知交代了什么，2个人领了一笔钱，就高高兴兴地离去了。叮，又是一笔转账记录，上面的备注极为亮眼。贪心的小财迷纪南辰低声念着这几个字，笑意更浓了。钱到位了，心也就到位了。现在的我对于纪南辰那可叫一个言听计从，将他的话奉为圣旨。沈南意，最后1个月了，好好陪我，履行你该有的责任。收到，老板，我秒撤回，大意了，一不小心就发出去了，也不知道纪南辰有没有看见。收到，老公，妈妈，我贴心的补了个呆萌表情包，企图蒙混过关，下不为例。好的，老公，妈妈，为了钱，我能屈能伸。晚上的时候，我特意换上一身丝滑的高定吊带红裙，穿上就特别显身材，再涂上一个烈焰红唇，配上大波浪，妥妥的女王气场。开上迈巴赫，6点10分准时到达公司门口。老公，上车，我霸气开口。
纪南辰对于我来接他，似乎感到很意外，身体有片刻的僵硬，随后加快了步伐，拉开车门坐在副驾驶上，视线落到我身上的时候，他呼吸有些不稳，微微起伏的胸膛时刻都在吸引我的注意力。不是，搞什么飞机？堂堂季总这么纯情的吗？我故意任由肩带滑落。老公，帮帮忙，眼神示意他提上来，神态娇媚。纪南辰耳尖都被染得粉红了。纪南辰将头歪向一侧，闭着眼，睫毛微微颤动，呼吸似乎停止了般，小心地将肩带提上去，有几次还碰到其他地方，我一笑就吓得他一惊。裙子挺好看的，面料滑吗？看他纯情的样子，我不禁想要逗弄。滑？我皮肤滑还是面料滑？我一本正经地问。皮肤滑，他秒回。不是，面料滑，都滑。纪南辰语无伦次。那你歪过来再摸摸呀，我都怀疑你在歪向那边都要变成歪脖子树了，我忍不住偷笑。本来就是专门打扮给你的，老公不喜欢吗？话音一落，我就看到纪南辰视眼可见的地方都变成了微微的粉红色，回家再摸。沉默是今晚的康桥。纪南辰突然变得格外安静，我说一句，他应一句，只是耳朵上的粉红一直不曾消散。我也不好再调笑他，只好本分地开车。到了半路，白月光打电话过来，阴阴地说他在医院，话里话外都是想要纪南辰去陪他。娇滴滴的声音，我一个女生都爱了。事先声明，我绝对不是为了贪他的那一点点钱，要他看得上我，我高低得从纪南辰手里把他抢过来，好好呵护，做一个合格的软饭。老公，我们要不去医院看一下？我献媚问了句。纪南辰扫了我一眼，见我没有半分吃醋的迹象，反而十分着急。他不语，只是将黑色的眸子紧盯着我，手上毫不留情地把电话挂断了。我更急了。纪南辰，你快说啊，快开口说去医院啊，说不定我能捞到2分钱。你好像很急。我努力扯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我内急，我怎么敢说实话？我能说我想捞2分钱吗？这不是分分钟死亡的节奏。回家的路上，纪南辰都黑着脸，也不知道他是在担心远在医院的白月光，还是生气近在咫尺的我。第二天，我被物业赶出大别墅。完蛋了，我的金主不要我了。我还指望着他和白月光结婚后，也照旧每个月200万。我急得连忙从抖音翻出王宝钏为爱挖了18年野菜的视频，给纪南辰刷了个99加，誓死向他表明自己苦等他回来的决心。为了钱，恋爱脑我中都得给他种出来。然而，我喜提红色感叹号。我不死心，转头又给他打了个电话，义正言辞地表明自己的决心。老公，你不喜欢王宝钏，那我也可以做织女，要不3圣母也行呀。嘟嘟嘟，挂断的电流音撞击我的耳膜。我在打，神奇的是居然没有被拉黑。要不我以后也可以给你算便宜点，1个月100万。他沉默不语，冷气仿佛顺着网线爬过来了，冻得我心慌。50万，不能再低了，再低就扰乱市场了。我小声自顾自地说着，成功的导致电话也被拉黑了，丝毫没有注意到一个打量的目光正盯着我。你就是沈南一吧？我未来女婿你认识吧？我抬头，眼前衣着时髦的中年妇女，手指都快戳到我的鼻孔里面。从头到脚，我身上的每一个地方女人都不放过，让我有种自己是砧板上的鱼肉，可以随便任人宰割的感觉。妈呀，该不会是白月光不敢上场撕我，派他亲妈来？我保持礼貌的笑容。认识我的粗大腿老公，我一脸坦诚。女人嘴角凝住了，张嘴就是辱骂。臭不要脸的狐狸精，我未来女婿什么时候成你老公了？你疯了吗？我不管你和我女婿之间是什么样的，又或者他给了你什么承诺，我不允许以后你们有任何藕断丝连的机会。要多少钱，你尽管开口，不要再缠着我女婿。我听到女人的这番话，眼睛都直了。送钱的又来了，不愧是白月光他妈，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出来。你确定我可以随便开口？我问。
果然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白月光母亲脸色变了又变。我在心里仔细思考要多少合适，金算盘又开始作响。你真的确定了吗？用钱打发我？我反复确认。你尽管开口。白月光母亲极度不耐烦。15亿吧，和你女儿凑个整。我轻声说出这个数字。你疯了吗？15亿，把你卖掉都不值那么多钱。白月光母亲大喊。你未来女婿的喜欢值呀，他呀就是离不开我，除非我主动离开。我嫣然一笑。白月光母亲也被我眼里面的自信吓到了，刷刷两下又给我开了一张支票。其实说实话，我腿抖得厉害。希望你信守承诺，别背地里又连上我的未来女婿。白月光趾高气扬地坐上布加迪。那必须，不可能。我亲了支票2大口，补偿说道。要是他态度好点，那还好说，现在完全不可能。沈南义别的不多，全身上下反骨最多。我美滋滋地继续给纪南辰打电话，无果，只能和大别墅两两相望，唯余失望。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闺蜜。微信一个摇人，她就闪现在我面前。我俩蹲在小区门口，抱头痛哭。她指望着我，我指望着纪南辰。我的金主没了，间接等于他的金主也没有了。来来往往的人不知所以，纷纷看着我们。妹子进场部，包吃包住，长草随便挑。一个大叔看着我摆在路边的行李，再结合我俩这副凄惨的模样，误以为我们是打工妹，笑眯眯地给我们发了张传单，企图诱骗我们。我们哭得更凶了。要不再找一个？闺蜜语出惊人，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比纪南辰帅的没有，比纪南辰有钱的没有，比纪南辰省事的没有，我又不是那受气的主。我俩只能放弃。在收拾行李准备进场的那天晚上，我喝了个大醉，完全没有看到我的好闺蜜悄悄地在给纪南辰发消息。与此同时，白月光也在按部就班地完成他的工作。金钱的力量就是如此伟大。一觉醒来，我又回到熟悉的大别墅，身旁的闺蜜早已不见踪影。宽大的房间令我有些不安，该不会是纪南辰、白月光和我都想要，又不想花钱，对我实行传说中的囚禁霸道强制爱？我疯狂地发消息控诉闺蜜，我大难临头各自飞，我理解我，但是你他妈把我身上的2块5毛8现金顺走干嘛？如我所想，聊天框没有惊起半点水花，全程都是我一个人在表演。我一怒之下，找人微了50，给自己点了个肯德基套餐，安慰自己幼小无助的心灵。虽然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个小小的亿万富翁，但自从小时候被绑架过后，就一直害怕自己没有钱。我和纪南辰是同等世家，家产也十分丰富，我还是会极度恐慌。对于我来说，钱越多我越有安全感，钱就是我最大的保障。迷迷糊糊间，我被人抱到了柔软的床上，是熟悉的薄荷香。等我醒来，却没有任何发现，床铺上也没有半点余热，唯独插在鼻孔的炸薯条正在一枝独秀。我无聊地躺在床上刷抖音，一个视频吸引了我，3天增长100万粉。好巧不巧，就是我那卖身求荣的闺蜜。她现在过得倒是好，靠着纪南辰给的小钱做上了旅游博主。我又在抖音轰炸她，对她输送国粹，她依旧视而不见，我气炸了。叮，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我的二金主白月光又来了，然后这次他没有穿翡翠纽扣的衣服。我失望地将他请进屋内，又盯上了他的包。白月光不自然地拢了2下衣服，将包掩在背后。沈南义，可以拜托你陪我去试婚纱吗？自来熟地开口。我刚回国，除了阿晨，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可怜巴巴地看向我，语句里满是请求。不，我拒绝。我义正言辞地驳回了他。我可以给你钱，500万。不，1000万。不，5000万。我答应了，绝对不是为了钱，我只是好奇他非得要我去婚纱店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我这个人就是喜欢陪漂亮妹妹试衣服，我为白月光吃，为她狂，为她哐哐撞大墙。到了婚纱店，
白月光大气包场，身材高挑的模特将他看中的款式一一穿出来。奇怪的是，我从他的眼中看不到半分喜悦，反而有一种工作的严谨感，在充满神圣而幸福的婚纱店里面显得格外突兀。我正思索着怪异的地方时，白月光就叫我了。他指了指婚纱店中间最梦幻的那套婚纱。沈南逸，试试。白月光眼神在我和婚纱间来回窜动，神色逐渐满意，就像完成了一个合格的报表一样。老规矩，我比了比手指，又是5000万。成交。他满不在乎，只是一个劲我催促我去换婚纱，仿佛花的不是他的钱。我换完出来，鱼尾紧紧地贴在我身上，将我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全场店员惊呼，隐约间我听到了纪南辰的声音夹杂在其中。向发声处望去，却不见踪影。白月光止不住笑意，随便挑了身婚纱包起来，就拉着我走了。在我走后没多久，纪南辰现身，安排人买走了那身鱼尾婚纱，还专门搞了套和它相配的西服。事态的走向越来越奇怪。白月光如约把钱打给我之后，又约我陪他去买戒指。不是吧，家里那么有钱，那戒指不得空运过来，还需要去店里买？他开口又是5000万，我也只好舍命陪君子，不对，应该说是舍命陪金主。反正钱吧，不赚白不赚，我又不嫌多。几次相处下来，白月光温柔又可爱，重点是我都想把纪南辰踹了，跟他说一说直视我。崽种，麻溜滚开！坐在车内，我歪头看向白月光，他正低着头认真地打字，看了眼头像，好像是纪南辰的。得了，还是别打扰人家的甜甜蜜蜜聊天。我看向窗外，心头莫名的有几分酸涩。戒指一买，这婚也就快了。一想到我即将失去2个膀大腰圆、家财万贯的金主，我心疼得说不出话来。下车的时候，前排的司机也跟着下来，鸭舌帽正好盖住他的脸，只露出一张酷似纪南辰的下巴，身高也接近一样。我紧紧盯着不放，越看越熟悉，想上手，万一不是，又怕惊扰人家。全程下来，司机都没有说话，只是一直给我们付钱。我想听声音验证，也无从下手。正逛着沈南逸，这个设计还挺好看的。白月光拿起一个就像星星捧着月亮的戒指递给我，我摇头，过于太繁杂了，和你不搭。他愣了半晌，那这个呢？他又拿起一个简单的素戒在我面前晃了晃。我继续摇头，又过于简单了，不能显示出你俩的身份。还有这个，他手上又拿了一个，玻璃柜上还摆了一串。我咳了咳声，要不咱走吧？白月光急了，司机呼吸也跟着变化，又是那种若有似无的熟悉感。看我真的没有喜欢，白月光也只好作罢。吃完火锅，我们就回来了。我躺在床上，想给纪南辰发消息，万一他把我拉回来了呢？又怕看到感叹号打脸，犹豫了大半天，还是点了发送。在吗，前夫哥？对方秒回，我长舒了一口气。那啥，前夫哥，我内心忐忑，说，要不你把丫的工资结一下？之前纪南辰不相信我会安分守己的当情人，每个月都会压我1个月的工资。我怕他婚后成了妻管严，一分工资也发不起，想把自己的钱先要回来。沈南逸，你真的是掉钱眼里面去了。纪南辰气急败坏，直接给我打了个语音，一句话说完他就挂了，留我和手机面面相觑。在我思考要不要去短暂的面壁思过一下时，手机又响了。沈南逸，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我沉默了。说实话，和纪南辰在一起的3年，再加上青梅竹马的那段时光铺垫，我不可能不动心，也就稍微有一丢丢吧，指甲盖那么点。他工作那么忙，却每个月都会提醒我经期不要碰凉水，还会安排人给我准备很多暖身甜品，衣服包包首饰我都不用操心，全都是他搭配好的。恍惚间，我都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如果他的白月光没有回来的话，我们也许会……我迟疑地打下一句话。前夫哥，觉得不够的话，
也可以给我安排一点股份的。我这人老求不高。发送完毕，我盯着天花板，莫名的期待下一句消息。撤回了什么？纪南辰发了一句消息，又暗暗撤回了。没。沈南翼，灯关了吗？早关了。那好，现在你可以开始做你的白日梦了。亏我还回得那么认真，一切都是纪南辰的套路。开玩笑，其实纪南辰撤回的那条消息我看见了，他发的是：沈南翼，你就不能来遵从自己的内心，试着抢婚一下吗？见我没回，他又快速撤回。我倒是想呀，我抢得过吗？别到时候免费送人家一傻。不是，我为什么会思考抢婚这个问题的可行性？我蒙上被子，呼呼入睡，脑子里却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大闹婚礼现场，把纪南辰当作小轿夫抢到身后，连夜坐上飞机跑到瑞典登记结婚。3年抱俩大胖小子，这速度我看了都直呼牛逼。醒来后，我不知道是不是魔怔了，竟然舍得从小金库里面拿钱订了婚礼当天2张去瑞典最快的机票，还大胆的想马上向白月光宣战，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情。我退掉机票，订了一个玉如意做他俩的结婚礼物，在家族群发了个消息：爸妈，你的好女婿飞走喽！妈妈，6爸爸紧随其后，666，我立马截图发在朋友圈。刚出土的爸妈，微霞500出。婚礼当天，我带着7大姑8大姨如约来到婚礼现场，白色小巧的茉莉花随处可见，吊灯也是水滴状的，镶钻的星形灯座点缀，和我幻想的婚礼莫名的一致。这些熟悉的装扮，我在酒醉的时候和纪南辰说过，莫名其妙，把他和白月光的婚礼弄得和我想的一样，膈应谁呢？我气鼓鼓地塞下2块蛋糕，鄙视地瞪了纪南辰2眼，还没有咽下去，就被一群小丑绑到后台去了。他们先是给我卸掉不堪入目的妆容，又齐刷刷上阵给我化妆，最后又给我蒙上眼睛。随后我感到一丝冷意，我丑不拉几的衣服被他们扒走了。起初我以为这番操作只是让我乖乖地给纪南辰和他的白月光当伴娘，万万没想到，当我睁开眼，身上穿的是那天我陪白月光试婚纱时最喜欢的一件亮晶晶的鱼尾婚纱，穿在身上就像美人鱼一样，走起路来摇曳风姿，清纯又勾人。小丑突然扯掉5颜6色的头发，把红鼻子拿下来。好家伙，老熟人，正是我那做了旅游博主的好闺蜜。南翼，新婚快乐！闺蜜哭兮兮地朝我扑过来，脸上却没有一滴眼泪，还带有几分兴奋。我连退3步。我严重怀疑，在这场不知名事件中，她得了莫大的好处。别，新婚？和谁？我连退3步，一脸震惊。好好的吃个席，咋是自己的卖身宴了？南翼，我爸穿着西装，打着深红的领带，叫我过去，神情自若地挽上我的手，什么也没有解释。我思绪都没有理清楚，就被他迷迷糊糊地交在久久未见的纪南辰手上，妈妈也在旁边笑意盎然。我的小手被纪南辰的大手包裹着，他握得很紧，我挣扎不开。一道目光灼热地落在我身上，纪南辰伸手替我挽了一下耳边凌乱的发丝，拥我入怀。南翼，我没有回答，脑子里虽然有大大的疑惑，身体上却只想静静地享受心跳频率一致的瞬间。正中央的大屏幕上面突然开始播放一段视频。沈南翼，视频里面开口的是自信张扬却略显青涩的少年纪南辰。我欲将心向南山，奈何南山不，随之而来的都是我的照片。纪南辰一步上前，与视频里的少年同声而言：沈南翼，我喜欢你。沈南翼，我喜欢你。全场沉寂3秒，忽然爆发，人群嘈杂如火，心跳声却盖过一切。我还在发愣，指尖一凉，低头一看，被纪南辰套上了一个戒指。南翼，我自己设计的，别嫌丑。纪南辰吞吞吐吐，怪不好意思的开口，刚才的勇敢一闪不见。还行吧，勉强可以看。我傲娇的抬手，小巧的茉莉花包住一颗透明中带点蓝色的钻石，精致又特别。亲一个，亲一个。
众人直拍手，开始打趣嬉闹起来。我们象征性地吻了一下，灵魂都颤动了。我看到白月光躲在角落里，故意离他近一点，被转过来将捧花朝他那边甩去。接住了，欢呼声从后面传来，我就知道这局稳了。晚上宴会一散，纪南辰立马抱起我放在迈巴赫后座横卧，搭在车门上的脚踝边婚纱裙摆随风飘动。我不清楚目的地是哪里。1个小时后，车停在了熟悉的地方，是我俩以前被调侃时总会跑来的秘密基地。基地很大，可以很好的看到星空，旁边有一个摇篮，刚好可以容下2个人。纪南辰抱着我坐到上面，闭眼难抑，数到10就可以睁开。1、2、3、10，一睁眼，漫天银白的流星雨浩浩荡荡向我奔来，长长的尾巴拖拽在后面，美得惊心动魄。难抑，我爱你，我们在流星雨下拥吻。和纪南辰回去后，一同盘坐在大红喜被上拆红包，祖传金算盘就放在旁边。有钱人就是大方，一张红爷爷都看不见，全部都是支票，少说也是500万，太值了，恨不得马上生个孩子，再办一场。原本按道理是1人1半的，结果我只是磨磨蹭蹭地看了纪南辰一眼，他立马把红包全部推到我面前，一股随便用的霸总乡土气息朝我迎面袭来。老婆，该就寝了。纪南辰一脸傻笑，兴奋地朝我扑过来，重重贴上我的唇。等等，白月光怎么回事？今天的婚礼怎么回事？我捂住他的嘴巴，他不满地在我肩颈处拱来拱去的，可爱极了。我雇的。你胡说，我还看到你俩在车里亲亲了。找人演的，替身，没有出轨。骗人，背影和你那么像，后脑勺都一模一样。我一连串的问题问个不停，目光却紧盯着屋内的垃圾桶，似乎在思索什么时候把纪南辰打包丢进去最合适。真的，我发誓，主要是什么？可恶！说话说一半，我在心里默默诅咒纪南辰以后去天桥底下当要饭的。主要是我花钱请你当情人，没想到你这个女人没有心，我1年都见不到你2次，每次我想你啦，你不是在三亚，就是在北海，没有青梅竹马就算了，连日久生情的机会都不给我，我只好请他俩演戏，嘱托他们连哄带骗的都要把你带到婚礼现场。谁知道他们出的是这个馊主意，等我出差回来都已经开始了，我也只好配合他们。纪南辰委屈巴巴地啄了我一口，小心翼翼地解释道，还不是你叫我本分点。我脸一红，却仍旧犟着嘴，不敢看他的眼睛，我确实太不专业了。那他给我的总共20多亿，我张口又问，愧疚不过2秒。咱妈知道我喜欢你，早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彩礼钱，我也只不过是借机给你罢了。那白月光老妈之前还舍得给我15亿，她回国就是为了处理这件事。原本她老妈准备把她强嫁给陆家那个傻大个牟利的，她找我帮忙，反正我比傻大个有钱又有能力，我们一合计就搞了个双簧戏。我既出钱又出力，配合她装未婚夫，她配合我刺激你，虽然在你这边效果不太理想。纪南辰看了我一眼，又默默补充道，委屈又无辜。15亿我已经对等给他了，不出意料的话，现在他已经踏上飞机了。我直男花式追妻，我沉默了，但是一想到白月光他妈人财两空吃瘪模样，我笑眯了眼，掏出手机，悄悄把白月光分到朋友那组。小财迷。纪南辰用指尖轻轻刮了一下我的鼻子，便直起身子下了床，从床头柜里摸出一份自愿赠与合同和股份转让书，签字吧。把合同递给我后，纪南辰半撑着身子，一双大长腿都快摆到床尾去了，眉眼温柔宠溺地看着我。从现在开始，我整个身家连人带皮都是你沈南一的。我一笔一画地写上我的大名，捧起2份合同书亲了一口。叫老公？不叫。我傲娇地把头歪到另一边。那我这黑卡也就只能丢垃圾桶喽。纪南辰假装投篮，黑卡塞在他的指缝中，对准垃圾桶，耳朵却凑向我这边。我只好主动在纪南辰额头上盖了一个章，老公。不知道是不是从假老公变成真老公的原因，
季南辰身体瞬间僵硬，停顿了一下，颤抖的双手捧住我的脸，低头认真吻了下来。空气中沉甸甸的是蜜糖的味道。我也终于明白，再贪心的小财迷也会遇见对他心软的财神爷。相见于人山人海，刚好他贪财，刚好他有钱。全文完。